位学员底片摄影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不久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手上这台雅西卡，这个我怎么会突然讲雅西卡呢？雅西卡 Minister 1代的使用方式。好，那在影片当中呢，我有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接下来呢会有这一部这个会员专属影片，就是特别来讲解一下这台相机。我们把机顶打开，然后透过这台相机呢，来跟大家一起认识一下什么是 RF 相机，然后你要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使用它，这样子。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感谢一下另外一台这个相机，好不好？因为为什么会有需要把这个机顶打开呢？其实是因为呢，1960年代或者是1970年代有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这种RF 相机，对不对？那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等一下我打开你就会发现它的做工各方面其实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在这个光学上面有一块镜片啊，它就是都会有问题。不是我们的这台相机，是几乎所有的都有这个状况。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相机啊，为什么价格会偏低？就是因为那一片镜片坏掉了，那大多数是没有办法整理维修的。好，那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材料就可以来帮大家做整理或维修。所以如果你找到一台相机，你发现有这个问题，你可以 IG、FB 跟我联络，这样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来拆解一下，这一台还没拆啦，但是等一下晚一点我也是要来整理它，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问题，等一下会跟大家讲是什么问题，这样子。好，那所以好来，先到旁边去了。好，重点在这台，对不对？好，那我会怎么讲？省略掉拆解它的过程，在我们今天的影片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介绍一下 RF 相机，焦点不是放在维修相机上面。那如果对于怎么整理这些相机有兴趣的话，我或许之后再来拍一下影片，怎么拆解它这样子。好，这个就是你看已经怎么讲，上面都已经该拆的都拆掉了，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机顶打开，像这样子就可以拿起来，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把它放旁边。好，那呢就是我们RF 相机的内部构造。好，range finder 或者是缩写 RF 那有的朋友呢会称它叫做旁轴相机，对不对？好，旁轴这个词呢其实是中国的用语。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其实有一些翻译的问题就是英文翻成中文，对不对？好，那可是呢，翻译的过程啊，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翻译不同的文化，对不对？就是会有不同的讲法。那我们台湾称这个叫做什么呢？我们台湾称这个结构叫做联动测距。那你看联动测距其实4个字联动测距式相机更长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讲的很简单，就是旁轴相机，哇，是不是很方便？但是实际上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结构，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说联动测距式相机这个翻译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一类的相机。那旁轴呢可能会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像 Konica C35 或者是徕卡One 或徕卡 O 那一类的，就是孤焦孤距的相机，你可以称它叫旁轴。可是呢，其实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我说联动测距会比较精准。好，这个画面可能我们都可以在很多的书啊，或者是怎么讲，影片你也看过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做维修啊、拆解的影片，对不对？你会看到画面结构。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哪个地方我刚刚讲的1960年代、70年代的这些日本的 RF 相机常常会有问题的呢？其实就是这一片镜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是什么好了，好不好？就是呢，
这个是镜头嘛，哦，一台单眼相机哦，我拿一个单眼，对，这个单眼相机，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光呢从这里进去，我前面如果有装一个镜头，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就有个50镜，那最后呢，我们透过这个取景器观景窗，你可以看得到前面的镜头它所拍到的画面，这个就是单眼相机，叫做所见即所得。那但是呢，有没有真的所见即所得？其实也没有，因为呢，这个里面的这个棱镜啊，它的折射的关系呢，通常呢，我们称那个叫视野率，就是你现在在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照相机录影的这个画面，是因为这是数位，数位的话，你可以很精确的看到这个边边角角，我有点指不太到在哪里，好像很手残，对，有没有？边边角角，边边角角这边，边边角角，对不对？好，那因为我前面有一个手机在做监视，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录到我想录的，所以我是透过那个手机在比，你可以看到这个边边角角，对不对？几乎是100%。可是我们的底片单眼相机呢，你观景窗看进去哦，你看到的那个画面哦，你实际拍到的会比你看到的更多，就是会超出你看到的画面之外，因为这个视野率呢，通常不会到100%，会到多少呢？可以做到90%就非常厉害了，很多大概都是在85%左右，那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很顶规的这个顶级的单眼相机，它强调说它的视野率可以到100%，所以也不是说看进去就100%是你看到的这样子，好，这个是单眼相机就是你怎么样看到。好，那 RF 呢？因为这个镜头呢跟我们的取景器观景窗是在这里，它们是分开的，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取景器观景窗看出去的画面，跟镜头所看到的就不一样。我现在是故意放一杯咖啡在这边了，等一下喝一下来。比方说我相机放离咖啡这么近，现在它们的距离非常的近，对不对？好，镜头看到了杯子的哪里呢？这样好，这样子有没有很清楚？是不是镜头连过来看到这里，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对焦的呢，却看到了这里，有没有？所以镜头看到这里啊，对焦看到这里，所以这个现象叫做视差。这个视差呢，距离越远，就怎么讲，影响越低。那距离越近呢，这个视差就会越严重，因为东西距离越近的话，这两个东西看到的就会越不一样嘛。对，越远的话，比方说无限远的话，基本上他看到的跟他看到趋近于相同。好，所以这个呢，就是 RF 相机呢，最多人呢有问号的地方，就是我这样看到的跟我拍到的不一样，怎么办？对不对？好，这个等一下我再解释。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取景器观景窗呢，光线就是从这里进来，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45度角，大概是45度角的镜片，对不对？这个镜片非常的特别，我戴手套拿一下。这个镜片呢是一片什么样的镜片？这个镜片呢是一个半透明的，它不是完全透明的。你如果透过我不知道这样折射光线看到，你看它不是完全的透明的一块玻璃，它上面是有镀膜的，对不对？好，那这一块镜片就是我说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日系的 RF 呢，几乎坏掉都是坏在这片。好，这你说玻璃镜片怎么会坏掉？它不是坏掉，它是发霉了。好，那这个发霉呢，就是上面会有霉菌嘛，它会去附着在这个上面的镀膜，然后呢就会把这个镀膜破坏了。好，再加上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相机是1963年的相机，现在2026年了，你从这个不管你从哪里买来的，二手市场买来的，对不对？好，那它很可能不是只有这一片发霉，它很可能是这相机里面的很多地方镜片什么都发霉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进去这个观景窗的时候，很可能是雾茫茫的一片，不是因为这片而已是你看这边有好多的镜片，我先把这个放旁边，这边有好多的，你看
这个镜片也可能发霉啊，这个镜片也可能发霉，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发霉，所以你就会看到雾茫茫的一片。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就要找这个整理相机、修理相机的师傅，对不对？来这个修理啊或整理这台相机。那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清干净之后，有一片东西他一定要整理的，就是这一片东西嘛，对不对？可是这一片东西的问题就是它上面的镀膜。以前前辈跟我们讲那个什么镀膜很软哦，其实它上面的镀膜呢，就是一个怎么讲？那个时候的科技没有像现在哦，它的附着力在这个镜片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好，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年迈了，好不好？然后再加上那个霉菌的侵蚀哦，所以后果是什么呢？来，后果就在这里哦，这里就是片它原本的。我刚拿出来是我已经放了新的上去，刚那一片是新的哦，这一片就是它原本的那个镀膜。我不知道这样子看得到看不到，这样子就是呢，它上面的这个镀膜其实已经有点，就是怎么讲？你用任何的方式去清洁它，你不要用酒精，你也不要什么，就光是用这个怎么讲湿巾纸去擦它，它就整个镀膜就会很像蜡彩一样，非常不均匀的掉了哈。那如果你说，那我们就把这上面的镀膜全部擦掉就好了嘛？对，它会变成一片普通的玻璃镜片。你把它放进去之后呢，它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它的功能。好，什么功能呢？就是呢，这个光啊从这里进来之后，对不对？我们呢这里会看得到影像，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RF 相机就是中间有一个叠影对焦嘛，有没有？我在另外那个影片里面我有示范嘛，就是在这中间，我看这现在可不可以后置一下？就这个中间我做一个叠影，对不对？然后呢，把两个影像叠在一起，就是对到焦了嘛。那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为什么那两个影像会出现在那个位置呢？问题就是出在这一片哦，因为这一片镜片呢，它就是会让光这个透过它到了你的眼睛看到的之外，它会折射这里来的另外一道光。好，那这里来的另外一道光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块这个雾面的玻璃，后面是磨砂的感觉，对不对？好，没有错，它就是一片磨砂玻璃。这个光呢，就会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呢，这边就有一块镜子，这是一块着着实实的镜子，光进来打到这个镜子之后，对不对？然后就会往这个地方这个打过来，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呢，在这里呢有一片镜片，好，这边有一片镜片，这一片镜片很神奇啊，就是你看啊，我现在如果对焦，有看到吗？在这里，你眼睛看在这里，因为我对焦的时候没有办法拿着这一只螺丝起子，就这个地方有个东西会动，它会跟着动，有没有？哦，对，那个东西就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影像为什么会这样错开的动，其实就是它。所以呢，这一片镜片它必须要有刚才我拿的那个有镀膜的镜片，那个镀膜的功能就是让它可以有光线的折射的功能哦。这边有光过来折射到你眼睛看得到的，就是它是往你的眼睛折射，它不用往外面折射，往外面折射这个地方又没有人在对焦，你对焦是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它是这样过来之后折射过来你的眼睛，你就会看到中间那个圈圈，它里面就是个圈圈嘛，对不对？就这样错开，这样子在动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镜片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必须要镀膜，但是当它年久失修发霉，然后再加上它当初原本的镀膜就不是很好了哦，所以只要经过维修，那一片东西基本上就会被抹除掉，上面的镀膜就会被抹除掉，那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叠影对焦。那我会跟大家讲哦，就两种选择嘛。第一个，如果你买到这个相机，它里面这个镀膜已经受损了，就你会看到那个叠影要有要没有的，无干那无的安尼讲啦。那
基本上你可以选择，要么就是把它做这个维修，好，那要么就是这个以前的方法，好，我想在2026以前啦，2025以前，就大概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你把它当成估焦的相机。就回到刚才讲的那个旁轴的功能。什么是估焦？就是这个镜头上面有数字啊，你就用这个数字去估计焦距，就是你要拍的对象、你要拍的物件跟你的距离，然后把它在这上面，对不对？把它调上去，那这样子就把它当成有点像一台 Konica C35EF 来使用哦。这个是过去如果没有办法换这片新的东西的话，那就只能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请厂商帮我们做全新的有镀膜的一个镜片，而且完全是就是跟着它原始的尺寸去做的。那包括 Minolta， 包括很多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 RF 相机哦，这一片我们都有，所以有兴趣你可以就是跟我联络，如果有需要了，没需要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那一片。重点是在这个结构，跟你讲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所以你看什么叫做联动测距？喝杯咖啡哦，喝了会更渴啊。哦，好，什么叫做联动测距相机？就是因为呢，这个镜头在转的时候啊。这里面的刚才那个结构，它就是会跟着动啊。我刚刚有讲那个徕卡相机嘛，它的镜头是可以拆，这个镜头是不能拆的，对不对？可以拆跟不能拆的差别是什么？对相机来讲，可以拆的镜头呢，的相机呢，它的结构要做得更加的精密，因为你想想看，不同的镜头装上去以后，要怎么样可以跟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在转，然后它就会跟着动，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这个观景窗里面看到的画面不会改变啊。你装广角的镜头，它还是长这样啊；你装标准的镜头，它也是长这样，就是你看进去的画面都长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对焦框线，在这里面呢，它就有做那个对焦框线。如果我们从后面来看的话，这样看得到吗？好，在这里面它就有做那个框线的线，就是怎么讲？你看到的4个边的框线，其实就是从这边一块金属，然后旁边切了4个这个很细很细的纹路，让光透过去你看到的。好，那如果是可以换镜头的，像徕卡相机好了，它做到这个东西就必须要可以让你怎么讲？这个框线会变。好，所以它为什么非常的贵？因为它里面的结构会更加的复杂。好，那所以呢，先讲说为什么它要叫做联动测距，是因为镜头跟它的机身在这个对焦的地方呢，它是有一个联动的。好，那而且呢，关测距什么事呢？你只要对到焦，你就可以看镜头上面的数字，你就确定知道说哦，你跟这是反过来的嘛。刚才是说你把它当估焦的相机嘛，就是先看一下说，我要拍的对象跟我的距离，对不对？那如果你的相机有这个 RF， 就相反了，是你对到焦，叠影叠到了，你在看这个上面，你就知道说，哦，距离是多少？它几乎就是一个距离计哦，就是估计距离的一个机器，这样讲好了。好，所以联动测距是不是比较精确一点的翻译，对不对？旁轴讲的只是说，哦，这个光轴啊在旁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个不只是旁轴，它里面还有对焦的机制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应该是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叫做基线。什么是基线呢？就是这一片镜片的中心点，这样讲好了，到这个观景窗的中心点，这2个中心点你可以拉出一条线哦。这条线的距离越长呢，这个相机的对焦就会越精确。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换个专业一点的讲法，就是基线越长呢，对焦就越精确。好，那你说基线有分长短吗？有哦。我现在画面上我找一下那个网络上找一下图片，就是 C35 是不是也有这个对
RF 对焦的版本，不是 EF 哦，是 C35。你看一下这个画面，好，然后你看一下它的基线，就是从它的这个有点毛玻璃的地方到它的这个取景器的正中间，这里拉一条线，它的长度，对不对？你会发现，因为那个相机很小台，所以呢，它的这个基线也会比较短，对不对？这个相机比较大台，所以它的基线就比较长。有一台相机也是雅西卡的，大家称它叫做什么？叫做徕卡，穷人的徕卡。很多人搞不懂它为什么那台相机叫做穷人的徕卡。这个我把它一样放在画面上，你看一下它的基线的长度，然后我再找一台这个徕卡放在画面上，你看一下，它的基线的长度，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就是相机越大台，这种 RF 相机越大台，它并不是坏事，因为呢，它就能够把这里到这里的这个距离做得更长一点点。那最厉害的是谁呢？最厉害就是这个 Contax 还有 Nikon。这个 Contax 我画面上再放一下这个相机。Contax 你看它的基线有多长？它的这个对焦啊，这个一个孔在这边啊，观景窗在这边，它几乎是用了整台相机的长度，对不对？当然，为什么我们的雅西卡的这个 Minister 不这么做？很简单，因为它有内建测光表，这个测光表会挡住它的光学，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所取舍啦。你是到底要测光表，还是你想要把这个基线拉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关键，就是呢，你想想看如果我把这个窗户就像 Contax 或 Nikon 一样，把它做到这里来，这个光呢从这里进来之后，它的我们讲基线比较长，同时间来讲，光的旅行的旅程是不是也比较长，对不对？那从这里进来之后到这边，它会有一个隧道效应，光会递减嘛，所以是不是就会变得很暗？所以代表一件事说，如果你要把基线做得很长，你这里面的光学元件呢的材质都要是非常好的才行，对不对？所以就会更贵了。所以你看那个Nikon的这个，当然它是可以换镜头的可以换镜头的，我刚刚讲了嘛，它本身做工已经要比较好了，就更贵了，再加上基线又比较长，又更贵了，对不对？所以呢，这种就是不能换镜头的，但是有内建测光表的相机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取舍就是我把测光表放在里面给你，然后呢，我的镜头做一个40，将近40，38或40。比较接近我们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对不对？那你也不太需要去换镜头，大概这样讲好了，85%以上的东西你都可以拍，对不对？那是不是就很好用？你也不需要去烦恼要买镜头来换。那 RF 相机呢的这个怎么讲？它镜头上面比较会困难制作的呢，其实就是广角镜头还有就是近摄镜头。所以你要更广角，或者是要近拍的镜头，那可能真的就是要找那种这个可以换镜头的通常就是会比较贵，因为那个怎么讲就比较不好做，因为它要跟机身做配合嘛，对不对？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这样比较认识了一下这个相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RF 相机啊，你看这个机制，它对焦其实还蛮准的只要它当初设计调教的好，其实它的对焦呢是完全不会输给单眼。我是说这个对焦的精准度，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对焦行程呢，通常会比较长一点通常可以做到比较长。这个对焦行程就是这个从无限远到最近距离，对焦距转了多长的距离你看这一颗镜头，我们来看它转了多长这边一路转。它转了从这里转到这里就是差不多要怎么讲？这边到这边1/4嘛但是它没有到1/2，它大概到1/4再1/2，这样讲好了对，数学不太好，到底这是几分之几？5/3还是5/3吧好，所以
距离是很长啊，很多单眼它可能只能就1/4，好，那当然这个手动对焦的镜头可以比较长一点，好，就是这个旋转的这个行程会比较长一点，好，所以这个 RF 相机对焦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唯一就是说越近的话，你这个观景窗里面所看到的东西，跟你实际上拍到会有差别，那这个部分就是你要用你的经验去怎么讲啊克服啊。那真正那个边边角角有没有那么的这个挑剔哦？我跟大家讲，其实没有，因为你到暗房放相的时候，那个旁边的框哦一定会被切掉。那当然有的人会想要学布列松啦哦，就是我那个边不要切掉，可是布列松不切边，把那个框留着，其实就是它并不是为了不切边，它那是有一种目的的哦，因为也不是为了什么决定的瞬间，其实是因为杂志常常把他的照片切掉，然后他很不爽，所以他就故意留那个边哦，那这样杂志就知道说，他的读者就知道说，如果这个照片是布列松拍的，但没有那个黑色的框，那就是被杂志乱切的这样子。好，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好。所以大概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哦，这个相机里面的内部构造，这样子 ，OK， 好，那下次吧，我们再介绍一下怎么把这个机顶打开好了，好吧？我可能在整理另外这台的时候，我就来录影一下哦。好，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